大家好，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分离卡的入门认识篇。那关于分离卡是什么样一个工具呢？那这边呢，各位可能有听过也许呢你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读取它或是怎么去使用它。那今天呢就会以入门的角度呢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怎么去使用，以及说我们怎么透过结构的方式呢来认识分离卡，以及说怎么来读取它。因为呢我们透过理解的方式呢，我们会更容易的清楚知道它怎么样去使用它，那未来我们就不会再忘记了。那这里呢其实它跟游标卡尺的方式呢是蛮类似的。那这里呢它的读取的方式跟学习的方式呢会比游标卡尺呢更容易入门。那这里呢我们要怎么认识跟了解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分离卡的结构。那分离卡的结构呢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我们主要呢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呢是本尺的部分，然后第二个是副尺的部分。那主要呢是透过这两个零件呢来结合成我们的分离卡。那另外其他的当然有一些固定的座或是前端有一些不一样的设计，那这边都是分离卡的其他的延伸。那我们最主要呢就来看本尺跟副尺的部分。那本尺跟副尺这里呢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做调整的呢？其实呢它运用的就是螺纹的一个设计。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那这部分呢为了让大家方便来认识它，这部分呢固定座的部分先拿掉。那主要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本尺跟副尺呢它的中间这里有内外螺纹。那刚刚所提到的本尺的地方呢，这边前端呢就会有一个圆孔，那这边呢会经过一些加工以及研磨呢来限制这个圆棒。因为呢我们的分离卡呢是一个比较精密的一个量测的工具所以这部分呢就会做一些精密的一个配合所以呢会经过一些精密研磨以及说螺纹或是内螺纹等等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是透过螺纹的方式呢来做调整。所以呢我们来转动的时候呢，它是透过螺距当我们转一圈的时候螺距是多少，然后呢搭配我们本尺跟副尺上面的一个刻纹，然后呢来产生说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知道说我们这个数值是多少。好，那这边呢各位呢如果是还是比较抽象的没关系，等一下下一个章节呢会来讲一下数值的读法我们要怎么去把它读取出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调整，以及说我们后面呢会有一个小把手当我们把这个地方呢调整到接近我们要量测的尺寸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就会透过小把手来做旋转。当你转到某一个定位之后，它这里呢的设计会有点像是棘轮你某一个定位之后呢，你一直转都转不进去了，那大致上呢我们就是已经碰到弓箭。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数值是多少一般的量测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就会透过前端的一个本尺的部分，那本尺前端呢会有做一个卡座以及说有一些呢设计可能会有一个底座，你可以站着的、站立的，或是像画面上这样子是一个座，那前端就会有一个零点的地方来做一个搭配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等一下呢后面的章节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把数值给读取出来咯。再来呢要介绍的是本章节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就是数值的读取。那这边如果你看完还不是很会的，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是非常正常的如果呢你还是没有办法学会，没有关系，等一下最后呢在影片的总结的部分呢会来介绍各位其他的方式来做克服。那这里呢在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地方本尺跟副尺呢就是刻度上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它跟螺距是有关系的那这个部分呢关于刻度的看法呢会跟游标卡尺呢是蛮类似的。那这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或有兴趣的呢，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边会有游标卡尺的入门篇那这边我们如果先学会之后，我们再来学习分离卡呢会更容易的。那这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一般呢我们的分离卡它的螺纹的螺距呢是关键因为呢它是攸关说我们的调整的最小的精度是多少。
那我们以画面上这个副词副词的话，因为它是旋转旋转的话，我们主要的精度的刻度呢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里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副词它是一个圆周，那圆周上呢，我们把它分成50格。那50格之后呢，我们就来想象一下当我们的副词的这个把手呢转动一圈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圆柱就是它的螺距呢就会前进一个 pitch 那这边呢可能有点抽象，各位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我们转动一圈呢所前进的距离就是螺距就是它的最小的调整的距离。这边呢我们要怎么去设定它当然我们螺距呢这部分最小调整距离是我们刚刚所提到是转动一圈，那我们也可以不转动一圈，我们转动50分之一圈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副词的时候呢，这里有50格。那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假设我们最小调整的距离呢是 0.01 就是一条，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要透过螺距除以我们的格数呢它最终会等于 0.01 的话，那这边我们就推算出来我们的螺距呢这个 pitch 是0.5 是这么小的那这边呢如果你还不是很理解没有关系，我们就大概理解一下，大概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推算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来发现说一般分离卡呢它的螺距都是非常小的，可能不只是细牙而且是特细牙，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它才能够精度会更好那这边呢在于说我们在用这种方式在调整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呢它的量测的误差值呢会比游标卡尺还要来得好因为游标卡尺呢我们可能要看哪一格对齐，但是呢我们如果是用分离卡的话，它对齐的就是中间这条线所以这样子呢我们相对的我们在用视觉上的一些误差呢相对就会小很多再来它分的格数以及说它的量测的方式呢相对都会比游标卡尺更精准，以及说它的结构呢是有做过一些精密研磨做精密中配的所以相对的这一些一些量测的一些公差呢相对都会比较好。所以呢一般我们如果在使用一些可能是要量外径内径或是厚度要比较精准的时候，往往呢我们在所拿的一个工具呢就不是游标卡尺而是分离卡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这里呢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数值怎么判读。一般呢我们就是以本尺先看本尺为主，本尺的话呢我们上排这边每一小格都是1 mm这边呢我们就直接观看就是5 mm 6 mm 7 mm 等等的。那下排一样，每一空格都是1 mm， 只是说它是在格与格之间的中间所以呢它这个标示的位置就是 0.5。 那这里假设我在5这边的过来的下面这一格，那这里我们要怎么看它呢？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把它判读为 5.5而不是6的话，我们要看上面这里所以我们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上面这里是整数，下面这里是小数点，小数点就是 0.5以 0.5 为单位。那再来呢我们就看副词，副词的地方呢就比较容易理解，它就是把它分成50格0就是0，那1呢就是 0.01。 那这边呢我们就是以条来做一个观看跟理解呢会比较容易的像如果你转到5对齐就是5条，转到10对齐就是10条所以这边呢在判图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范例，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假设是这里，那我们判读出来的格数是多少呢？我们先看上面，这里5过来1 2 3 3格，那这个是多少呢？这个呢就是8。再来我们往下看，它有没有超过一半？没有，那它就是 8.5 以下。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副词，副词是多少呢？这边没有对齐，那这边给它一个大约值，假设它是36条，那它的数值呢就是 8.36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呢它有超过一半呢，你就要再加 0.5。 假设它超过一半呢，你这个格数读起来是36条，那你要再加50条，就是86条，那这个读起来的数值就是
5.86哦，就是这一个原理哦。那这边如果还是很抽象，没有关系哦。等一下在应用说明的时候会再来哦，以 3D 的模拟呢，再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好，那这边呢哦，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咯。接下来呢是分离卡的应用的简易说明。那这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般分离卡呢哦，我们就大致上分3种哦，机械式的哦，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哦，或是电子式的，好，那电子式的话比较适合说不会看数值的人，或是哦不太会去使用它的人，哦，直接用数位式的相对的是比较方便的。以及说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特殊型的，哦，你可能要量一些哦比较薄的，或甚至说有时候是要量螺纹的、量刀具的，哦，或是量特殊内径等等的这类的，就会有一些特殊型的搭配。哦，主要是这样子哦，但是呢，都是一样是从机械式延伸出来的。好，那这边各位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再来呢，我们来大概知道一下我们的分离卡呢，它就是用螺纹的结构。那我们可能会好奇说，那它跟一般的螺丝有什么差异呢？哦，这里告诉各位，差异是非常大的。因为一般的螺丝呢，它的精度要求是哦中偏低的哦，所以一般配合而已。所以我们在锁螺丝螺帽就会发现说哦，它的一个公差呢是非常大的哦。但是因为它的应用不同，我们螺丝一般就是可以把它锁起来，所以它的松紧度呢哦多半公差会比较大一点哦，甚至有一些是粗牙的。啊，当然有一些细牙，啊，但是跟分离卡来相比的话，啊，它精度还是差非常多的。那一般分离卡呢，因为它是要用在精密的量测，哦，所以它的螺距相对都会比较细，好，或是那种特别细小的，我们不是常见的那种螺距，哦，因为呢，我们要调整用。以及说它加工的方式呢，不是像一般螺丝做滚压的。好，那这里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到螺丝的制作过程边这里会有详细螺丝呢该怎么去做出来的一些详细的解说，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原来呢螺丝怎么被制作出来的。好，所以呢，分离卡上面呢，它可能是透过一些精密的车销，然后经过研磨，甚至有一些呢，分离卡它是透过公母配，它一定要做装配的，配对的，1对1，然后这样子呢，它在调整的时候呢，才会是一个平顺的，然后呢，我们在正反转的时候，轴向的偏差尽可能的要很小，小到几乎我们感觉不到，这样子才是我们的一个精密的工具。好，那这里呢来示范一下。刚刚前面都有提到说数值要怎么去读取。好，那这里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假设随便转个一个数值，那我们来判读一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是这样子，我们以这个10来对齐，我们来看到，好，那这里呢我们要怎么判读它呢？让各位来看一下。好，你来理解一下，然后呢我再来做说明。好，那 OK 准备好了吗？那这边我要来做解答了。好，那这里数值怎么判断呢？首先5过来2格就是7，往下看超过一半，所以它是 7.5， 7.5 这边负值10格，所以呢它这个数值是多少？好，就是 7.60。好，那这边呢因为它可以量测到小数点的第2位，所以这个判读的尺寸呢我就会把它称作是 7.60。好，那我们再来练习2个。那随便再来举一个例子，然后这边呢，我就因为这边是配合真实的一个装配的方式所以可能会转动的比较久，因为呢它每一转的移动量只有 0.5 所以要转比较久所以实际上我们在使用分离卡还是这样，你会发现你要转非常久，它才会慢慢的张开因为它的移动量是很小的只有 0.5。好，假设是这样子，好了，我们让它30这里对齐。好，那这样子，各位来看一下它的数值是多少。来，这边给各位几秒钟的时间。好 ，OK 了吗？那这边我要公布答案了。好，这里它的数值是多少？我们看到这里10，好，就是10，然后呢，超过一半 10.5， 这里是多少？30条。好，所以这里呢，把它加起来，所以它的数值就是10.80，类似这样子。好，我们在最后做一个范例。好，所以我们量测出来呢，就是前段这里它是0点，所以我们把弓箭放在这里之后，我们一般都是先把我们的分离卡张开到比弓箭大一点，然后呢往前转呢，
再去做量测。好，这次给它一个不是整数的，好像这样子。好，然后转动之后呢，我们透过后面这个小旋钮在转的时候，我们发现转就它就会有点像棘轮一样，转不动之后呢，就差不多已经顶到我们的弓箭。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尺寸。好，这里是多少呢？给我几秒的时间。好的，这里呢我要公布答案了。我们来看到这里呢11格，然后超过一半 11.5， 然后这里是多少？15、16、17、18，然后18加50呢是68。所以这里的尺寸呢就是 11.68 就是这样子。那这边呢让各位再来做一些练习。那这边呢我们就来理解一下我们怎么在应用的场合，以及说透过刚的学习的一些结构来达到说我们要怎么去判读它咯。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分离卡的认识篇。那刚透过前面几个章节，我们就有介绍到，原来分离卡呢，它的读法的原理呢，跟游标卡尺是非常的类似。然后呢，它呢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螺纹传动的方式呢，来把数值给读取出来。所以是利用螺纹的方式。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精密的一个工具，所以它在制程上呢，是不是一般的螺丝的制程？要透过一些精密的车销，以及精密的研磨，甚至精密的装配。你要配对的，不是随便2个公母就可以配合，可能还要再做配对，然后呢再做一些精细的研磨来达到说它的公差的要求。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呢分离卡都比游标卡尺还要贵那么多。主要在于说它量测的精度呢相对就是会比较好。那这里呢我们刚也有透过螺纹的方式呢来理解说那分离卡我们要怎么去读取它。我们透过本质跟副值它的分格数以及它的螺距呢来达到说我们的调整的精度。那这边呢如果你还不是很知道说怎么去把数值读取出来，我们可以到前面的章节再来做几个练习跟学习。当然这边如果你一直要学习，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学会怎么学都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透过使用电子式的。那电子式的呢，我们就可以一边透过数值的显示，当然它这边有一些一样还是会有格数，我们就透过数值的辅助，我们来回推来看一下我们的格数。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辅助我们来理解一下，来看说原来它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格数，你就会慢慢的有一天你也会看得懂的。或是说你看不懂也没有关系，我就直接来看这个数值是多少就 OK 的。那主要呢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学习分离卡。就算你看不懂也没有关系我们也有电子式的来做一些学习。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